你相信灵魂转世吗？今天来讲一个男人，他仍然保留自己前16世的记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即时说书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一位45岁的澳洲歌手，他也是一位主持人，他叫做大卫·坎贝尔。他在自己的节目中说，他4岁的儿子可能是戴安娜王妃的转世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坎贝尔一共有3个儿子，其中最小的儿子叫做比利。那比利从2岁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谈论英国王室的事情。而且还可以说出很多细节，但是这些事情呢都没有跟他讲过。那么小的孩子也不可能自己看书知道。那坎贝尔一开始觉得很神奇，但是他也没有想太多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他的儿子比利呢指着戴安娜王妃的照片说：“快看，这是我当王妃时候的照片。”他老爸呢就一脸问号，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？这很不知道很毛还是很酷，就是好像真的有轮回转世，但是他会记得也是蛮可怕的。好像3岁以前都 OK，在3岁以后差不多就会慢慢的失去这个记忆。对，结果呢，事情越往后发展越恐怖。比利说他在当王妃的时候有一个哥哥，他的哥哥叫做约翰。坎贝尔这个时候调阅了很多资料之后，才发现戴安娜王妃真的有一位哥哥，他叫做约翰。这个哥哥呢，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而这件事情呢，在当时没有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就是没有人去宣传这件事情。他怎么知道？对，如果你没有详细的调阅资料的话，一般大人都很难知道这件事情。就是一个很冷的冷知识，一般人完全不会知道。就是他自己家人知道的事情，对。还有一次，坎贝尔在他朋友的家里做客的时候，他的小儿子比利当着他老爸的朋友面前说：“当我是王妃的时候，我喜欢去一座独角兽标志的城堡。”他儿子这样语出惊人时，他老爸当然是觉得说，怕吓到自己的朋友。后来呢，他和他的朋友2个人就去查了一下独角兽标志的城堡是哪一座城堡，就发现说，确实有一座独角兽标志的城堡。那一座独角兽标志的城堡就是巴尔诺勒尔堡。那独角兽呢是苏格兰的标志性动物，但是不到4岁的儿子从来没有去过英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不知道从哪来的记忆，然后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，竟然还听过一个那个是飞行员的这个我也听过，对，这个很有名，对，就是他回忆起说他前世是一个飞行军人，对，然后他好像坠落之后，然后全部在烧这样，然后后来好像是他就一直都很怕，对，然后后来他有去找他退伍的那些朋友，对，然后就是很感人的重逢对，那个我觉得很厉害，对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更劲爆的事情。在美国有一位叫做李艾伦的男子，他可以详细的回忆起他16次转生的生活。那他这个案例呢，也被美国的著名的精神学教授连兹博士记录在他的著作里面。那李艾伦呢，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他从小不爱念书，在高中的时候就辍学了，之后就开始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，几乎没有干过任何一个正当的行业。但是因为他的家境不错，后来开始经商，也混得不错。而艾伦从小就有一个奇怪的癖好，他就是喜欢扮演法老。这就有一点倾向出现。按照小孩子的 cosplay 是没什么东西的，就是觉得还好。不过扮演不过艾伦呢，他对于这个法老有强烈的兴趣跟喜好。对，奇怪为什么一个小孩会对法老王这么的感兴趣？他又不是游戏王，对不对？对，想干嘛啊？那在以艾伦中年的时候呢，他在马里兰州偶遇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学医生。他接受他的催眠之后，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上，李艾伦开始回忆起他前16世的经历，不仅能将细节娓娓道来，还精通各种文字，包括古罗马或者是意大利文，甚至还有埃及的象形文字。这个就很厉害，就是象形文的懂的人真的很少。对。因为要么就是他可能是像分裂一样，就是我觉得这太难了，分裂那个有点困难。对，他已经有多重人格，然后他的多重人格正在学不同的。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比较相信他这个真的是前世的记忆。对，而且我听过催眠这件事情，我有听 Jimmy 讲过，说他们之前有做过一次催眠。
然后他们觉得那是催眠，结果他妈跟他讲说那不是催眠，那叫观落阴。然后我听到就觉得哦，所以他到那边去了。对，然后他们自己不知道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可怕，原本想试试看，后来就觉得说我还是不要轻易尝试，差点就死掉了。对。而接着呢，那位精神科医师对艾伦做了将近5年的追踪研究，他认为艾伦他并没有说谎。李艾伦说，他其中有一世是古埃及的法老，叫做卡利克拉特斯。太难念了，很厉害的名字啊。在公元前341到公元前344这3年统治了古埃及。那他在催眠的过程中呢，艾伦他叽呱说了一堆就是医生也听不懂的话。不过虽然医生听不懂艾伦说的话，但仍然可以从他的语气感受到一点点傲慢，就像是一个国王的样子。后来医生把这段话录音起来做资料。后来呢，医生把这些录音的资料和艾伦写下来的文字，给了一些古埃及研究的大学教授们去研究它，然后发现说，就连学者他们都认定说这就是古埃及文，所以他就是从哪里去瞎掰出来的，学到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学者说呢，在埃及古代确实有一位只当了3年的法老，他的姓名也没有错，但是这个人呢是非常不著名的一位历史人物，甚至有许多学者都不知道他。所以艾伦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对，他就是肯定是转身的，就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无名的法老王，对，决斗出来。那艾伦他还说，他曾经有一次是一位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位士兵，他叫做布雷斯特。他出生于1847年的乔治亚州，在1863年的时候战死在战场上。那在死的时候年仅只有16岁。后来呢，经过南北战争的考察，还有官兵的名册，确实有这个人。就越来越觉得好像有歧视，真的有歧视啊！对。那在他所说的16世转生当中，最不可思议也是最可信的是，他说他的最后一次转生呢，是近代最著名的电影明星，叫做鲁道夫·瓦伦蒂诺。在催眠中，艾伦他说他还是那位明星的时候，说他是父亲是意大利人，母亲则是法国人。不过这些都是资料查得到的，就是维基百科都有。对，所以其实微不足道一个神奇的东西。对。那神奇的是呢，医生和其他学者找来了当时好莱坞的一位摄影师。那位摄影师呢，正是鲁道夫的他自己的摄影师，曾跟他合作拍过片的。那摄影师就问艾伦说：“你还记得拍摄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吗？”艾伦就说：“拍摄的第1天的时候，我和你们3个人一同驾车出去。那中途汽车发生了车祸，右前方的车轮脱落了。那艾伦他还说出了其中同行的3位姓名，而当时4人中呢，就只剩下摄影师仍然健在，其他3人就早已死亡，就包括他的亲事。那还有另外请来一位笔迹鉴定专家，让艾伦写下那个鲁道夫他的名字。结果和鲁道夫生前的文件上的名字，发现笔迹完全是一样。哇！吓死！那他可以领他前身的遗产吗？这是应该是不行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。可是如果他知道自己的银行账号密码，对，为什么不能领？对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想要领对啦，对，他回去找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说，他要做的话，他早做了，他不会在这跟那个医生浪费时间的。但是我觉得干好屌。还有另外2个前世呢，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怕的。艾伦说他有一次是一位犹太人奴隶，他曾经亲眼目睹耶稣被受难的过程。哇，这个很屌就是他见证过历史，对，见证过历史，对，他曾经是那个圣经当中某一篇章的路人，然后可能会被写在，可能没有被写在里面，但是可能就是会觉得我参与过这个，他看到了。还有一次，艾伦说他曾经是外星人，然后来自于海王星，在当时呢没有肉身，他是一个有点像精神生命体的感觉。还有他说他在外太空的名字叫做诺兰。就是都记得这样子。所以诺兰是外星人。而且他这样代表他灵体阶段的记忆也有。对，这件事情就是等于说
我在灵魂的时候，是我可以保留记忆的时候，是有意识在里面的。那你相信艾伦他讲的这些东西吗？我还蛮相信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个案了，不是零星少数，已经传出很多这种案例出现了。而且他给了很多证据，然后很多证明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自己有做过类似的梦，但是现在可能来不及讲完这个故事。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梦感觉科学可以解释，可是我会觉得科学它的证据跟论点太薄弱，证据不够多，对，所以用灵体或是前世的记忆去解释，我倒会觉得比较合理一点。对。好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把它分成上下2期。那我们下期继续解密前世记忆的人。那各位观众，你们有前世记忆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么神奇的人，转了多久？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的故事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